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学习腕五官之腕口唇、腕齿龈以及腕咽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腕五官之腕口与唇。口为饮食通道，脏腑要冲，皮开窍于口，其华在唇。手足阳明经环绕口唇，故口与唇与脾、胃关系密切，所以腕口唇可以诊查脾与胃的病变。腕口唇主要腕口唇的色泽、形态和动态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口唇的色泽。正常的唇色是红润有光泽，而且唇色要比面色稍微红润一些，这表明胃气充足，气血调匀。唇色青、赤、白、黑的变化与面色变化的意义是一致的。比如，唇色淡白见于血虚或者失血的病人；唇色深红见于热盛；唇红肿而干见于热急；口唇烟桃红色见于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的病人；口唇青紫见于血瘀的病人；口唇青黑见于寒疾、痛疾、血脉瘀阻的病人。第二是口唇的形态变化。口角流涎，小孩见于脾虚湿盛，而成年人多见于中风病人。口唇干裂多见于经伤，这是因为燥热伤津或者阴液亏虚，不能荣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病症。口唇糜烂，通常见于脾胃积热；唇内溃疡，其色淡红，这是虚火上炎的一种表现。唇周生疮，这是心脾积热的一种表现。而如果小儿口腔舌上出现片状的白屑，称为鹅口疮。中医认为，鹅口疮是由于湿热秽浊之气上蒸所导致的一种病症。第三是口唇的动态。正常的口唇是可以随意开合，动作协调。万诊尊经将口唇的异常动作归纳为口形六态，其中口张是指的口张而不闭，属于虚症，通常见于肺气僵绝、病危的病人；口径是指口闭而难开，牙关紧急，属实症，多因经脉拘急所导致，可见于中风、痫病、惊风、破伤风以及马钱子中毒等等。口搓是指的上下口唇紧聚，为邪正交争所致，可见于新生儿奇风或者是破伤风的病人。口歪是指的口角向一侧歪斜，可见于风邪中络之口闭症，也可见于风痰阻络之中风病人。口震是指张力鼓合，口唇震摇，多为阳虚寒盛或者是邪正聚真所致，可见于外感寒邪、温病、伤寒欲作汗或者是疟疾发作的病人。口动是指的口频繁开合不能自禁，为胃气虚弱的表现。若口角彻动不止，则为热极生风或脾虚生风之象。以上是腕口唇的色泽、形态和动态的内容。下面我们学习腕齿与齿龈。齿为骨之余，骨为肾所主，牙龈互于齿，为足阳明胃经分布之处。齿与齿龈与肾、胃关系密切，故腕齿和齿龈可诊查肾和胃的病变以及津液的盈亏。
望齿与齿龈主要望齿与齿龈的形态和色泽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牙齿。正常的牙齿应为牙齿洁白、坚固而润泽，表明肾气充足，津液不伤。如果牙齿干燥，表明了胃阴已伤。牙齿光燥如石，为阳明热盛，津液大伤的表现。牙齿燥如枯骨，为肾精亏损，津不善溶的表现，通常见于病情晚期，病情比较重。如果牙齿松动，齿龈外露，则是属于肾虚或是虚火上炎的病人，也可以见于胃肠有热的病人。如果牙关紧急，通常见于风痰阻络或者热急冻风的病人。如果除了牙关紧急的咬牙之外，还有泻齿，这里的泻齿是指的磨牙，通常见于热盛冻风的病人。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见到有些人睡觉中磨牙，称为睡中泻齿，通常见于胃热或者是虫疾的病人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牙龈。正常的牙龈要比我们的唇色要稍微浅淡，所以正常的齿龈颜色是淡红而润泽，是胃气充足、气血调匀的表现。如果齿龈淡白，通常见于血虚、失血；齿龈红肿疼痛，通常见于胃火亢盛。如果齿龈色淡、龈肉萎缩，这属于肾虚、胃阴不足的一种表现。如果齿缝出血，称为齿绿；如果齿绿兼有红肿痛，是属于实症，为胃火上炎的表现。如果齿缝出血，但是不红不痛，微肿，这是虚症，与脾虚或者是阴虚火旺有关。所以牙齿出血有实有虚，实症通常在胃火，虚症通常在脾虚或阴虚火旺。以上是望齿和齿龈的形态和色泽的内容。最后一个部分是望咽喉。咽通于胃腑，是饮食之道，为胃所系；喉连于气道，为气息之门，归肺所属。足少阴肾经循喉咙夹舌本，亦与咽喉关系密切，因此望咽喉可诊查肺、胃和肾的病变。一般来讲，咽喉的实症在肺胃，虚症在肾。望咽喉主要望咽喉的色泽和形态的变化。正常的咽喉色泽淡红而润泽，不肿不痛，呼吸通畅，发音正确，食物下咽顺利。如果出现异常，我们主要从2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是红肿，咽部深红肿痛明显，多见于肺经风热或者肺胃热盛的实热症。如果咽喉发红，但是红色娇嫩而肿痛不明显，是肾阴亏虚、虚火上炎的阴虚火旺症。第二个是乳蛾，乳蛾是指的喉核肿胀出血，形似嫦娥，故名乳蛾。乳蛾的表面有黄白色的脓点，逐渐形成伪膜，易擦去不易出血，称为烂乳蛾。无论是烂乳蛾还是乳蛾，都见于肺经风热或者是肺胃热盛的实热症。以上是望咽喉的色泽和形态的内容。最后，针对五官诊断的意义总结如下：望目主要观察心、肝、肾的病变，以及全身脏腑精气的盛衰；望耳主要诊查肾、胆和全身的病变。一般来讲，实症在肝胆，而虚症在肾。望鼻主要诊查肺和脾胃的病变，可以判断脏腑的虚实、胃气的盛衰、病情的轻重和预后。望口唇主要诊查脾和胃的病变，望齿和齿龈主要诊查肾和胃的病变以及津液的盈亏。
往咽喉主要诊查肺胃和肾的病变。一般来讲，实症在肺和胃，虚症在肾。同学们，以上是五官的全部内容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